2018年，一部只有30分钟的纪录片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，仿佛看到了自己童年时上学的样子。那时候，小孩基本天还没亮就起床，需要行走很久的山路才能到达学校。画面当中的姐弟6点就从家出发了，此时天还未亮，寒风刺骨，他们要步行2个半小时，穿越覆盖着积雪的山路，前往半山腰上的学校。周围雾气弥漫，能见度极低。俩人在山坡间攀爬，气喘吁吁。姐姐走得比较快，敦促弟弟跟上脚步。天空纷飞着凛冽的寒风，吹过两人陈旧的衣衫，脸蛋和双手被冻得通红。姐姐的头发都已经结霜了，红色羽绒服是好几年前买的，如今连手腕和肚子都遮不住，书包上也破了个大洞。弟弟衣服拉链坏了，只能敞开。他们休息了一小会后再次启程，必须要赶在9点钟之前到达学校。虽然山路崎岖，路途遥远，但最难受的还是饥饿与寒冷。姐弟俩由于时间仓促，早饭都没吃，昨天洗的衣服还没收就已经冻硬了。家中的父母离家在外打工，哥哥只能辍学肩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。他每天起来就要烧水做饭，喂牛喂鸡，天冷的刺骨牛身上都敷满了霜雪，而哥哥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外套。此刻姐弟俩正匆忙地行走在路上，旁边崎岖的山崖让人心生恐惧，模糊不清的前方更是引人忧虑。寒风无情地呼啸而过，弟弟突然停下脚步，摘下手套，红肿的手已经冻得开始流血，钻心的刺痛感让他难以忍受。由于身上没有带纸巾，姐姐只能撕下一张作业纸，心疼地为弟弟擦拭伤口，硬邦邦的纸擦在手上发出沙沙声，说明手指已经冻得发硬了。弟弟忍着疼痛和姐姐继续赶路，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俩人把手揣进兜里闷头前行，周围只有他们的喘气声和鼻涕声。然而没走多远，弟弟又停了下来，突如其来的泪水伴随着委屈哭泣起来，姐姐也在前面低着头沉默不语。这条路他们已经走了太多年，其中的艰难苦楚只有自己心里知道。此时姐姐能做的就是去安慰弟弟。爸爸，现在他们已经走了1个半小时，由于没吃早饭，肚子饥肠辘辘。当看到路边树上的冰瓜时，便不管不顾摘些下来放入口中。吃完后，俩人好似心情都变得愉快，开始欢快地在地上滑起冰来。这时姐姐看见弟弟的鞋带松散了，毫不犹豫地停下脚步为他系好，随即又伸出红红的双手逗弟弟开心。俩人的笑声在山间回荡，扫除了一切阴霾。由于路上耽误了些许时间，离上课只有10分钟了，姐弟俩心中有些焦急，立马加快脚步。然而路太滑，姐姐跌倒在地上，她顾不得疼痛，爬起来就带着弟弟奋力跑向学校。最终好在踏进教室后，铃声才响起。在大山深处执教的老师并不是很多，有些人第1节课就是体育课，一个篮球传来传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这节课姐姐上的是数学，拿着笔的手布满皱纹，饱经风霜。虽然教室还是很寒冷，但心中仍然烧着对知识的渴望。弟弟这边正在进行语文考试，手指红肿发痛，却依旧握笔有力。作文上写满了远在昆明打工的父母，写满了对未来的遐想与期待。学校很小，只有一栋教学楼和简陋的操场，山脚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延伸到远处，孩子们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走很久，所以午餐一般都是在学校吃。此刻是学生们最期待的时候，今天的饭菜是白菜加鸡腿，大家都排队打上了满满一大碗。吃完饭后就是中午休息时间，弟弟独自站在门口摆弄起心爱的手表，这是哥哥姐姐们省吃俭用给他买的礼物。放学回家时，姐弟俩走在路上，沿途捡些干柴，以备日后生活做饭之需。时间还早，回家不用太赶。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起天。爸爸他没打工去了，跑完的。事情还有个打工去呢，那媳妇就不可以读书了。你不要把他惹哭了。小凤是家里的大姐，如今大哥到了外出打工的年纪，需要去肩负起赚钱养家的重任，而小凤就要脱下校服，换上粗布衣裳，回来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。每次快到家门口时，姐弟俩总能看到狗子跑过来迎接。哥哥听到叫声也就知道他们回来了。明明还是个没多大的男孩，可枯燥繁琐的生活却让他脸上布满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沧桑。每次他都会像父亲一样仔仔细细地检查弟妹们的作业，姐弟俩也会为哥哥分担家务。回来后就开始熟练地搅拌饲料，弟弟则主动驱赶牛。做完这一切还继续来劈柴，家里仿佛总是有忙不完的活。第二天阳光映照在大地上，大山已经褪去了白色积雪。哥哥一大早就去镇上接小凤了，在家里的弟弟百无聊赖，绕着木桩走来走去，一直等到下午4点。随着不远处传来姐姐的声音，弟弟高兴地飞奔跑去。
许久未见四人追逐打闹，淡淡的笑容在稚嫩的脸上绽放开来。兄妹四人爬到山顶，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云海。此刻的他们心中充满梦想，希望能够走出家乡，实现人生价值。他们期待着远方，希望能够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这部纪录片没有华丽的情节和刻意煽情的桥段，而是呈现出他们平凡而坚韧的模样。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的艰辛，但我们往往忽略了，还有许多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过着更加艰苦的生活。苦难并非一种值得赞扬或炫耀的品质，但它的确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反省和思考。姐弟几人在缺席父母的情况下，相互依赖，相互扶持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了自立自强，无论生活多么艰苦，也从未放弃过。远方那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他来烧鼓，看不见的地方，就是昆明县啊。哦，你想去昆明？可当然想了，你给啥去远方？想，记得了是吧？有点事了，哎呦，快点，迟到了。这里的孩子一到学校就趴在桌子上睡觉，老师不仅不会叫醒他们，反而感到无比心疼，只因他们每天5点就要起床，然后走2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。而在这群孩子当中，最大的也不过12、13岁，最小的甚至才6岁。清晨的山间小道雾气弥漫，住在山区里的孩子们早早背上了书包，结伴一起前往半山腰上的教室。踩在湿漉漉的土路上，鞋底沾满了泥巴，还没走一会就有孩子哭喊着要回家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大孩子总会担负起哥哥的责任。也正是因为这条既漫长又艰难的上学路，使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互相帮助。流鼻涕的孩子长大后也将继续传承这份美德。在2012年的贵州开阳县，当时的基础建设还不完善，方圆5个村庄只有一所学校，它位于海拔1000米的半山腰上，屹立不倒的木质房屋诉说着学校悠久的历史。艰苦的学习环境却也阻挡不了孩子们的热情。早上8点钟的教室响起此起彼伏的朗读声，5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满了整间教室。破旧的老房子没有窗户，教室里的环境非常昏暗，和大城市宽敞又明亮的教学楼相比，这里的条件相差10万8千里。老化的线路布满了蜘蛛网，白炽灯也因没钱维护成为装饰品。孩子们只能借助门外透过来的自然光勉强学习，因为光线不好，坐姿不端正。有些学生早早就佩戴上了眼镜。早读过后便是正式上课时间，讲课之前老师安排学生先更换位置，不管差生优生每周都要轮换一次，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坐在门口光线好的地方。这所学校总共有140名学生，从1年级到5年级，而老师仅只有7人，其中2名老师是长期的正式老师，另外5名老师是大城市过来支教的。在国家大力扶持山区农村发展的年代，大山里的各个设施也在逐渐落实，新的教学楼和篮球场都投入到了建设当中。低年级的学生已经不用去破旧的教室上课，有了明亮的环境，学习起来事半功倍。只是1年级的教室里总是能看到一些趴在桌上睡觉的孩子，他们实在是太累了，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床，之后再走2个小时的山路，因此早上的第1节课老师通常选择没看见。来回要走10个多小时的路，所以呢他很疲倦，他就要睡。仔细看山区里的学生用的是什么样的文具，有些是用纸卷起来的笔芯，有些是不足手指长的铅笔。和如今的学生相比，2012年贵州山区里的学生显得寒酸许多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爱学习的精神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他们都会跟着高年级的学长准时到校。尽管上学的道路举步维艰，但学校里的小伙伴和丰盛的午餐总能令学生们恋恋不舍。后背背着2袋20公斤大米的妇女是校长的妻子，学校140人的伙食都由她一个人负责，每天上午都要下山搬运食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生活物资都来自社会上爱心人士的捐赠，而在这之前学校里并不管饭，同学们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饭，小部分学生会带菜，绝大部分都是干吃玉米饭。如今得到社会上的帮助，同学们的伙食也获得了大大的改善，有荤有素，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。随着下课铃的响起，学生们马不停蹄地赶来食堂，午餐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。除了丰盛的饭菜，最重要的是免费，在家里也不一定吃得有学校好，甚至有些学生连早饭都没吃，就等着来学校吃午饭。食堂门口同学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，打饭的顺序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，1勺米饭2勺菜。孩子们被馋得急不可耐，用勺子挖上一大口塞进嘴里，别提有多香了。有些地方被嫌弃的学校大锅饭，却是他们每天最期待的午饭。饿了一上午，早已饥肠辘辘，此时此刻同学们眼里只有干饭。食堂里充斥着满足与欢笑。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
这份天真无邪的快乐便是他们的专属。为了让学生体会劳动的不易，洗碗这项艰巨的任务都会交给高年级学生，10个人一组，每周轮一次。吃饱饭刷好碗就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，同学们在操场上打飞棍、折纸飞机，看谁飞得远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转眼就到了下午的上课时间。这是一节数学课，老师让学生们用圆规在纸上画圆。然而像圆规这样普通的文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，他们会相互借用或者用2支笔来画。当老师问有多少人没有圆规时，2/3的学生都举起了手。为什么没买？因为没钱。因为没钱而买不起圆规。学生们的回答不禁让老师感到心酸。这里大多数学生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，懂事的孩子不想为了几块钱给父母增添负担，于是选择不告诉爸爸妈妈。没有的文具就问同学借。考虑到学生们艰难的处境，校长时不时就会下山去村里家访。对生活条件特别困难的家庭，校长会选择多一些的关爱与开导。这对兄弟俩的父亲今年已经60岁了，母亲又因为生病成为视障人士。60岁的父亲加上患病的母亲，让这个家庭几乎陷入绝境。在农村生活靠的就是劳动力，而60岁的父亲要从事农活养活一家4口，还要供2个孩子上学，可想而知这个担子有多重。农忙的时候，兄弟俩会扛着锄头下地干活，年纪虽小，但干起活来却非常利索。做完家访后，校长的心情很沉重，他为成绩好又没钱念初中的学生感到惋惜，也无比心疼小学毕业就外出打工的孩子。正在上5年级的小周家境同样困难，家里的房子很有年代感。回到家的小周脱下了书包，拿着镰刀马不停蹄地跑去割猪草。养猪养鸡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，昂贵的饲料显然没有不要钱的猪草划算。农村家畜之所以这么香，就是因为吃不起饲料。干完家务活后就可以写作业了。小周在学校是班长，次考试都得第一。面对儿子优异的成绩，本该高兴的父母却显得忧心忡忡。爸爸本来是建筑工地的工人，去年因为受伤只好返乡待业，如今3个孩子的学费就像一块巨石压在肩上。今天上课，小周一直心不在焉，下课铃一响，饭都没吃就匆忙向着家里赶去。在村里一家正在建新房的地方找到了父亲，原来是因为家里的农活需要小周帮忙。父亲打算在山脚下开垦一片土地用来种植玉米。在农村，像这种类似的情况缺课是常有的事情。以前父亲身体无碍，在工地干活的时候，可以勉强供得起全家人的开支以及3个孩子的学费。如今在家务农，收入减少大半。懂事的小周深知父亲的不容易，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下书包，拿起镰刀。而在休息的时候，父亲也是彻底和小周坦白，父亲希望他放弃学业，在家里帮忙，努力让弟弟妹妹上学。听到这句话的小周鼻子通红，说话都有些哽咽。为了成全弟弟妹妹，小周认可了父亲的话，尽管不愿意也非常不舍，可家庭条件不允许。作为长子，他更要在家庭困难的时候站出来。采访时谈起小周的梦想，他说想要读书走出大山，因为这里的生活太艰苦，劳动创造的价值很难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他深知这一点，只是后续小周有没有重返校园我们不得而知。希望这位既懂事又积极的孩子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。